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雅。我今天突然想到这个，因为曾经当过2年的日文口译的工作，你是不是会喜欢口译这个工作呢？我觉得我有整理出我的见解跟你们分享一下。首先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当了2年的日文口译，我的老板是日本人，然后是一个蛮大的日商公司。我们公司里面只有几个日本人，那大部分的都是台湾的员工，都是台湾人，然后懂一些日文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大懂。我就是因为跟着老板嘛，所以不管老板走到哪里，我都是要当翻译这样子。我做了2年，发现呢，适合当口译员，其实有以下的特质。首先，第一，要爱讲话，这个是最基本，要爱讲话。因为当口译员呢，怎么说？老板说一句，在会议上，老板说一句日文，你就要把它翻成中文。那你的经理说了一句中文，报告给老板，你就要赶快把它翻成日文。等于一个会议上，你是老板讲 A 讲话，你翻译一遍 ；B 讲话，你翻译一遍。你是所有的人里面讲最多话的人，在一个会议上，因此代表你必须要爱讲话。像我以前常常都是在喝一个这中药茶，因为我要保护喉咙，不然一天下来，有时候会议是3-4个小时了，真的喉咙受不了。那第二个，反应要快。所谓反应要快呢，也不是说反应要多快，而是说你必须要能够掌握住重点。因为老板在讲话，或者是同事在讲话，你必须要立刻，他可能有很多赘词，像我这样子讲话，你不知道他重点在哪里，你要替他抓重点，这样也是节省大家的时间。所以呢，你要会画重点，然后赶快在大脑里面整理，用你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嘛。所以这是第二个，要会画重点。第三个，要不能有完美主义。就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想想你如果说老板现在讲了一个什么单字，然后你在那边好像是这个字，好像是那个字，然后你这边纠结，你没有时间，会议上没有人等你那边纠结5分钟的，所以你必须要不怕犯错，就是你讲错就算了。讲错就让它过去，你忘了那个单字，你就是大概解释一下，或者是用英文代替，这样子来让这个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不能够有完美主义，那你也不能够说今天那个字没有翻译，没有成功，所以你回家就在那边懊恼个一整天，这样子的个性你也不适合做口译员，那对你来讲压力太大了。那最后一个点呢，我觉得是当口译员就是你必须很敢在大家面前讲话，因为很多时候当口译就是老板讲一句话以后，下面的人就会看着你，想说老板刚刚讲了什么，你就要想想看，一瞬间就大家都会看着你，那也是蛮有压力的，所以你要很能够在大家面前能够讲话。适不适合当口译员，这个真的大家还是可以看看我刚刚说这几个特性，你是不是有符合你的个性呢？因为我为什么只做了2年呢？就是因为其实都不符合，全部都不符合我的个性。虽然做口译好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会议结束，你翻译完了这2个小时翻译完毕，其实你中间翻错，没有人会再回去责怪你或什么之类，当下结束就结束了。它是一个回家会很好睡的工作。当然啦，你会议前你要有大量的准备。假如说今天你知道这个会议可能是讲一个你完全都完全没有 idea 的东西，就是你完全没学过的一个东西，那个技能或者是各方面你必须要去研究一下。像我以前的这个前辈，我有一个前辈，他是我们那时候的经理，他就是口译出身的，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本书，上面是写所有日文的鱼的名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秋刀鱼好了，它日文是什么？日文是三吗？或者是这个什么鱼，它的日文又是什么？他有这样的书我想鱼从来都不会有人提到鱼所以他甚至下班后他会做这方面的进修。
所以我觉得，绝对有适合与不适合的职业这个问题。那我认为，如果你今天在学语言的话，当然呢，口译也是蛮有趣的，蛮好玩的啦。它也是有很多优点的。今天这样讲解以后，看你还会想要当口译员吗？你会觉得这个口译是很酷的工作吗？欢迎大家分享，告诉我你有什么看法。那这样咯。